知行从小在边关长大，想当年，他还在马上随本侯一起巡防，可惜他母亲去世的早，看不到这一日。侯爷，我想问问，你究竟有几个妻子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知行5颗夺魁，我作为侯府主母，难道不该来庆贺吗？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母亲，而不是他。你在这儿发什么疯？还不赶紧回去！快送夫人回去！走开！我蒋香是尚书之女，而她沈婉不过出身于6品校尉之家，寒门小户，凭什么死了这么多年，牌位还能进庄家的宗祠？我才是你的正妻。知行是世子嫡出，他亲母的牌位当然能进宗祠。谁敢有异议？他是嫡出，那知府是什么？那贱人是妻，我又是什么？就算庄知行是世子，那他也是我蒋香的儿子，我才是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主母。你当众撒泼算什么主母？把他拉回去！夫人，请回房。夫人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今后侯府要依仗他了，所以他必须是名正言顺的世子。可我的知府已经站不起来了。哼！你以为侯府还能再站起来吗？你如今对沈婉情深意重，可别忘了，他当初是怎么死的。拉下去！滚开！夫人之言，诸位见笑了。我敬诸位一杯。二公子，来，再敬侯爷一杯啊！对，敬侯爷，敬侯爷啊！来，请。哎，客气了，吃啊，夫人啊。哎呀，啊，是，我来。来，再吃一个。母亲，您怎么了？甜不甜？张嘴。哎，关
系。甜不甜啊？来，再吃一夫人，夫人，侯爷说了，大公子落下这个病，需要静养，让小的们明日一早就把大公子和少夫人送去永州祖宅。凭什么？侯爷说了，二公子以后在朝中走动，这府上人来人往的，大公子这个模样让人瞧见了不好。有我在这儿呢，我看谁敢！夫人，侯爷说了，特准许您一同前往，去照顾大公子的起居。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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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夫人，尽快收拾好东西，明日一早出发。母亲，怎么会这样？母亲，你去我房里，把我一品高明夫人的衣冠拿来。母亲，去拿！娘，福儿，你父亲这次是真的弃绝我们娘儿俩，装于毒医。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最后你连一点夫妻的情面都不讲，好，好得很呐。先生，今日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、追捧，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？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，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。如先生所料，今夜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，将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。面对他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。他早已交还兵权，现在也失去了官位，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。我甚至觉得，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。藏海，那日在火场上，我爹把你救出来，其实我十分嫉妒。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。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父亲已经败了，他的心血付诸东流。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，你就不能放过他吗？你心疼你的父亲，你害怕他死在仇人手里。
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。确实是我想多了。先生心如磐石，丝毫不会动摇。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，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。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，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，我现在还给你了。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，他历经2次对东夏的大战，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，所向无敌的阴兵。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，他也没能找到鬼玺。贞顺6年，朝廷派蒯夺在东夏修筑封禅台，事关东夏，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意情况。3年后，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。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，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。密报上说，封禅台离奇坍塌。封禅台塌了！救人！快救人呐！而本应被压在底下的蒯夺，带着一样神秘的东西，赶回了营地。出事了！去那边，赶紧帮忙救人！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，我父亲出门去见了2个人。他们猜测，蒯夺挖出鬼玺后下药独吞。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，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。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，终于等到了你爹。他们其中的1人你已经知道，就是曹敬贤。另一个人是谁？东夏失去至宝，被一个外人拿走。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。你是说，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？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，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。是东夏女王。先生果然聪明过人，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。我想，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，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鬼玺，合谋灭门了蒯家。就算她是东夏女王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她。知情能有今日，全仰长先生。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帮你。但有一事，我要和先生说清楚。我已经履行了约定，将一切都告诉了你。你可以找另外2个仇人复仇，但你不能杀我爹。周二公子，多谢了。
今日，庄之行登上世子之位，平津侯将一切秘密都告诉他了。所以灭你全家的第3个仇人是谁？你的母亲。不可能，不会是我母亲，一定是平津侯栽赃陷害。你来京城这10年间，你母亲是否一直让你寻找鬼玺？侯府夜宴前，你与曹进贤密会，是你母亲授意的吧？我母亲告诉过我，曹进贤阴险狡诈，我们与他只是虚与委蛇。一旦找到鬼玺，我会想方设法送回东夏，绝不可能和他分享。他自然是不会与他分享。平津侯、曹进贤、东夏女王，都只是为了鬼玺暂时结谋，实际上各怀鬼胎。不是这样的，鬼玺是你东夏至宝，东夏女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它找寻。既如此，我快家10几条人命在他眼里，又算得上什么呢？你胡说！你全家被杀的时候，我刚刚被送到这里。我母亲人在东夏，根本没来大雍，又怎会出现在你家？你怎知她没有悄悄跟来？我母亲贵为东夏女王，你以为来一趟大雍京城是一件容易的事吗？臧海，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！我现在说什么话你都听不进去了。你现在心里恨我，对。天已昏暗，不如先再写一晚。我要跟在长路之前，碰了当年细雨的月光。昨日一粒铿锵，扬起多少梦在心上，直到天亮。宣庄之行上殿。臣庄之行参见陛下。封5科1甲第1名庄之行为荆科5状元，赐武进士及第，授中军都督府镇南卫参将。臣叩谢圣恩。登文谷？谁在击登文谷？启禀陛下，是一品诰命夫人庄蒋氏在宫门外击鼓鸣冤，求见陛下。启禀陛下，剑内有恙，惊扰圣驾，请陛下容臣回去处理家事。
哎，登文谷迹象就不再是你的家事，而是朕的国事。朕倒要看看，今天这个好日子，他有何事要告，何冤要明。宣，庄讲事觐见。来这干什么？赶紧回去！命妇蒋襄叩见陛下。庄讲事，你可知这登文谷为何物？命妇知晓。今日是庄家世子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，我特意换上御赐的一品诰命夫人礼制，击响登文谷，是有一事，想要当面向陛下禀明。说给朕听听。我想问陛下，大庸的武状元，是否应当做到光明正大、武德兼备？那是自然。可若这武状元胜之不武，名不正言不顺，甚至还牵扯到卖官鬻爵之丑行，又待如何？我今日来此，便是要状告一人。此人徇私舞弊，欺君罔上，他便是武状元庄之行的父亲，平津侯庄卢隐。庄卢隐为了力保自己的儿子庄之行当上这武状元，他买通了一众考官。陛下明鉴，绝无此事。这是近日臣家中长子突患恶疾，药石无医。内人忧思过度，罹患疫症，才说出此等风言风语。臣这就把他带回去。走，让他说完。庄讲事，你可知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之面，污蔑曾为我大庸立下赫赫战功的国之上将，是何等大罪？命妇今日既然敢击登文谷，既然敢当着陛下的面指证自己的丈夫，自然不是空口无凭。我手中握着庄卢隐的罪证。5科主考，兵部侍郎冯章同考，兵部员外郎王仁亮，主事袁从，此3人皆被庄卢隐收买。这账簿便是他行贿的罪证。庄卢隐为了帮庄之行夺魁，不惜花费重金贿赂考官，这些钱财只怕还在他们家中来不及花呢。请陛下明察。你们3个听见了？冯章，朕问你，可有此事？
臣绝不敢做这种事。你们俩呢？说实话，朕饶你们不死。臣确实是受到庄如隐的指使，一时糊涂，才会在5刻中做了手脚。求陛下恕罪。庄如隐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陛下明鉴，他们说的，臣一概不知。臣更不屑去做什么操纵科举之事。臣一心为国，为大庸戍守边关，又为陛下攻破东夏。臣对陛下拳拳之心，可昭日月。朕问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，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。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，讲。陛下，庄如隐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，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，历年来贪没了朝廷无数银两。确有此事。庄如隐罪行不仅如此，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，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。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，还世人一个公道。庄如隐，这些事，你认是不认？陛下，臣没有滥杀无辜，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。三法司何在？臣在。朕命你们3人彻查此事。臣遵旨。即日起，将庄如隐押入大狱，待3司会审后再行定罪。庄氏上下全部圈禁。是。侯爷，狱中湿冷，喝点酒暖暖身子。就1炷香时间，说完赶紧走。如今是何形势？三法司已查明，侯爷科举舞弊，且在军中安插亲信，掌控边防。皇上什么态度？皇上的心思，谁也猜不透。但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。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，要赐死侯爷。这条阉狗想置我于死地，他做梦。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。这事儿对别人来说是死罪，对于本侯，这不算什么。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，守卫大庸国土100余年，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。他和皇上素不相识，他怎么知道皇上身份？难道他未卜先知啊？其实
在我等刚刚入住族长家时，司徒莫心便调侃了皇上隐瞒身份一事。皇上一直自称是全知开封府氏之子，而司徒莫心却说他的父亲是堂堂开封府尹。实际上，先皇在即位前恰好担任过开封府尹一职。院子里还住了另外一位客人，除了那一间，其他几间你们可以自行选择。不是说镇内不许住外人吗？怎么还会有别的客人？听说赵公子是开封府尹之子，家父自然不敢怠慢。我们在司徒莫心的房间的石臼中发现了残余的花溪草。桌底暗格之中还放着皇上的画像、毒蝎和其他毒草。这么多证据，谁敢说他冤枉？王爷，太师，物证都被我妥善收好，若需查验，便让展昭即刻取来。待你将真相一一道来，我们再悉数验证。太师，你以为呢？啊，王爷做主便是。不是的，你们肯定弄错了。你们遇袭那天，妹妹明明在家帮母亲干活。对对对，她那时在家的。是啊，包大哥，记得我们正要去梅娘家的时候，司徒莫心因不慎栽倒留在家中。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正好撞见司徒莫心不小心摔碎了花盆，正在被司徒夫人破口大骂呢。多罗姑娘不妨回忆一下那天司徒莫心摔碎花盆的详细经过。当时我正在屋里帮我娘收拾东西，听见花盆打碎的声音，我就赶快跑了出去。如此说来，你没有亲眼看见她打碎花盆，对吗？没有，可是我听见声音，立刻就出去了，看见她正在收拾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确定她此前一直在家。你并未看见他究竟是失手，还是故意砸碎花盆，可对？这种事情当然不可能让你看见，因为这一切不过是他们联手做戏，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司徒莫心一直在家的假象。其实司徒莫心和司徒夫人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水火不容，相反，其二人一直是合作关系。进来吧。今晚就动手？机会就在眼前，自然要一鼓作气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算着时间，包拯身上该毒发了。我一会儿送东西去偏院，倘若我一个人带他们出来，一到偏院门口，你便立刻找借口叫我离开。届时只有皇上认识去梅娘家的路，不用我开口，那伙人自然会去求他领路。这么做会不会太露痕迹了？那包拯，听说是极聪明的人。从夫人口中听到这些话，可真叫我吃惊啊！听闻您当年都敢明目张胆地当街杀人，不像我，胆小怕事，只得用这些弯弯绕绕的手段。不过嘛，露不露痕迹的也不打紧，只要把事儿办成了，什么都好说。反正咱们也不是什么良民。
当然了，如果皇上能主动跟他们一起出来就更好。到时候我们把戏做得圆满一些。此事成了，则皆大欢喜；若是失手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破狐魔向来行踪莫测，先前忽然出现，险些误了我大事。我总觉着他似乎疑心我了。等一下要接应我，免得出岔子。哦，还有司徒多罗，别让他坏事。我自会见机行事。前辈办事，我自然放心。司徒夫人和司徒莫心竟然是一伙的。我们来之前，破灵阵曾下过雨，因此树丛中还颇为泥泞。司徒莫心的脚上难免沾有湿泥。不过叫你去偏院安置些东西，怎么这么久，还不赶快回去把花搬到廊下？怎么，老娘说不得你是不是？啊？莫心，还不快去带路？是，包公子。哎，让莫心姑娘回去吧，我带他们去即可。啊，那也行，那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好。他打碎花盆，恐怕不仅为了遮掩脚上的湿泥，还有手上的伤口。他手上的伤口并不是被花盆碎片划破，而是之前在偷袭我们的时候被南姐姐的飞镖所伤。展昭说的没错，因为伤口恰好在一个十分明显的地方。假如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，很容易引人怀疑。司徒莫心为了掩饰身上的痕迹，顺便假作不在场证明。于是和司徒夫人合谋演了一场摔花盆的戏。可我们刚到院外，便已经听到了司徒夫人在呵斥司徒莫心。那他们是怎么知道咱们回来了？说不定这两人的耳力比我更胜一筹。并非如此。你们还记得院子中放置的铜镜装饰吗？这还多亏了展昭提醒。一开始我也想不通这件事，直到展昭通过铜镜看到了多罗姑娘，我才忽然明白了那些铜镜的作用。多罗姐姐来了！啊！你听声辨人，精到了如此境界？哪需要听声辨人啊？你们看那儿。司徒夫人设数枚铜镜，并不是为了装饰，实际上是另有他用。怎么样？怎么伤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？恐怕他们回来了。我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喝了？连盆花都搬不动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你受伤了？我不是故意。我养头猪还能吃肉，养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！好了，娘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妹妹搬花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一盆。
司徒夫人和司徒墨心通过铜镜的反射，提前知道我们回来，而且在此之前，他们应该已屡试不爽了。他们为了杀人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呢。可是，他们一介乡野妇人，为什么要谋害皇上？乡野妇人，那可未必吧。若想弄清他们的身份，便不得不说起整件事的源头——狸猫换太子。狸猫换太子？从襁褓中的野猫，到后来的支离白骨，以及万灵密阁前藏有牙齿的铜铃，破红魔在暗中所做这一切的目的，正是引我们来揭开此事。原来如此。除此之外，想必皇上收到的密札，也是依你所为吧？多年前，秦凤携贾李妃从冷宫一路逃至空寂岭，却被刘太后派遣的杀手追了上来。秦凤和贾李妃在潘族长的帮助下，藏于万灵密阁的密室中。杀手首领找不出李妃，便下令屠尽了空寂岭。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那名杀手头领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这么快就会遭到幕后主使灭口。杀手头目死里逃生，藏匿在空寂岭的附近。幸运的是，他后来遇到了来此赴任的司徒一家，便借机脱困。那名杀手头目就是司徒夫人。我不信，我娘绝对不可能是杀手。司徒夫人本想隐姓埋名，从此在破灵镇开始安顿下来，却不料多年后，刘太后手下另一名杀手莫心，带着新的任务来到了破灵镇。他假意祈求族长收留。司徒夫人心中有鬼，当然不愿接纳来历不明之人，所以极力反对族长留人。后来忽然改变主意，也并非出于好心，只因被对方识破了身份。当年从刘太后的暗杀中逃脱，销声匿迹多年的蛇蝎杀手，竟然一直藏在破灵镇。前辈屠尽空寂岭，住在这里，难道不会做噩梦吗？你是太后的人。回前辈的话，是呢。前辈动手之前，不妨先听我一言。太后早欲杀我灭口，今日你若不死，便是我死。凭你说什么，休想活着走出这里！若非有所准备，我怎敢表明身份？前日我已将您的行踪传回宫内，若无意外，太后此时恐怕已经知晓。我武功寻常，您杀我易如反掌。不过这回，您怕是也要折在此处了。好一条忠心耿耿的狗！前辈谬赞，我惜命得很。上报消息，自然不是打算与您同归于尽。眼前有个大好机会，只要抓住了，您不仅不会死，前头啊，更有一场荣华富贵等着呢。机会？不错。太后要杀您，是因为心中有所忌惮。假如您将功赎罪，待将来太后无所顾忌，自不会与您计较。哼，说到底，我的性命且由你予夺生杀。
秃鹫蛰伏多年，安逸的日子过惯了，难不成变成了鸭子，连搏一搏的心都没有了吗？太后想要做什么？破灵阵无法传信，于是司徒莫西安顿下来之后，趁着每月外出采买的时机，向刘太后传递消息。在他房间中发现的纸笔信笺，便是作此用途。看上去好像是要给谁写信，不过司徒莫心不是没有亲人了吗？谁说一定是写给亲人呀？万一是写给情郎呢？只是这1年来，他们并未找到李妃的踪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刘太后在1年前便知道李妃藏身破灵阵的消息了？正是如此。说了大半天，这2个人都已经死了。破灵阵这4起命案，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被杀，正是因为各自的身份。空寂岭被灭的罪魁祸首是刘太后，他们2人作为刘太后的鹰犬，司徒夫人更是屠杀空寂岭的刽子手。若是空寂岭的族人想要报仇，最不可能放过的，就是他们。空寂岭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通过观察陶艺兄长的尸骨，可以料想，空寂岭灭族之时，他惨遭毒害。大灾之后必有大义。司徒夫人为了欲盖弥彰，将空寂岭的族人通通毒杀，造成瘟疫灭族的假象。从此，空寂岭便不复存在。司徒莫心若寻李妃不成，那破灵阵也会落得和空寂岭一样的下场吗？陶艺说，司徒莫心曾经有过和我脖梗肿泡一样的伤状。他故意说出此事，应是想让我们查出司徒莫心曾在幽灵沼泽中触碰过大猪草。这么说，在我们猜中混入毒芹的人就是司徒莫心了？不对，投放毒芹的人是陶艺。不过此举并不是为了行凶，而是嫁祸。包拯，你吃人太甚！毒芹事件一出，司徒莫心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毒芹只生于幽灵沼泽附近，陶艺借此引我们前往幽灵沼泽。他除了想让我们发现毒芹和毒草之外，也想让我们拾到司徒莫心的发钗，借此加重他的嫌疑。我猜，陶艺在认出司徒夫人的身份后，在暗查过程中，发现了他与司徒莫心的阴谋。若是到最后，我们仍是寻不见李妃，怎么办？这支毒钗乃太后亲赐。当年您是怎么毒杀空寂岭的？今日就怎么毒杀破灵阵。这支发钗正是杀死司徒莫心和欧诗南的毒钗。
而此毒正是当年司徒夫人用过的毒。此前，陶艺趁司徒莫心不注意，将其发钗偷走。司徒莫心终是丧于自己的毒钗之下。司徒莫心在没有成功刺杀到皇上之前，怎肯轻易暴露身份？于是他自恃一身本事，用白骨去诱使幕后主使现身。殊不知，凶手早已布下重重陷阱。此人装束为何如我一般？你是什么人？陶艺，小桃子，你别说，这身装扮还挺适合你的，我差点都认不出你了。我还有要事去办，就不陪你玩了。人的这只毒钗，毒钗，莫心姐姐，来世莫要戴着面具做人了。司徒莫心脖子上的血孔与毒钗形状恰恰相符，是两只血孔。而且我还在陶艺家的推车上发现了一缕粉色布丝，同时车轮上还沾有泛黑的粘土。当时我还在奇怪车轮上的泛黑粘土从何而来，直到我们在距离祭坛不远处的树丛中看到了同种质地的土壤，
而他恰好和司徒墨心尸体上的如出一辙。后来，当我发现陶艺就是凶手时，便不难确定，推车上的布丝就是陶艺在运送司徒墨仙尸体时从他身上刮下来的。那晚祭坛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呀？自我们入住族长家后，陶艺便一直暗中观察我们一举一动。在司徒墨心提出祭古法后，陶艺便料想到会有人在暗处监视祭坛，陶艺因此将计就计，借尸还魂。司徒墨心，阿软，阿软，阿软姐姐，阿软，阿软，不，父母，他说的不是真的。